游中国，带你走进中国城市。大家好，我是小张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除了人口最多的汉族，还有55个少数民族。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国家设立了民族自治区。你知道中国有几个民族自治区吗？有5个，它们分别是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在这5个地区中，有一个以辽阔的大草原而闻名，它就是内蒙古自治区。请你在地图中找一找吧。没错，就是这里。内蒙古自治区在中国北部，和蒙古、俄罗斯接壤。这里有中国最大的草原牧区。如果你想游览美丽的草原风光，内蒙古自治区就是最好的选择。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小汪老师的脚步，走进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呼和浩特。看到这个名字，你可能觉得有点奇怪，这个名字听起来不像是汉语。实际上，呼和浩特是蒙语，是中国少数民族蒙古族特有的语言。呼和浩特翻译成汉语，意思是青色的城。为什么是青色呢？让我们跟小汪老师一起去找找答案吧。大家好，我是小汪老师，现在我在呼和浩特，我身后有一片青色的草原，也正是因为这茫茫无际的草原，这里被称为青色的城。这里是一座拥有美丽草原风光的城市，夏天是这里最美的时候，很多人都来这里游玩。我身后就是敕勒川国家草原自然公园。敕勒川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奇怪，小张老师，敕勒川是什么意思呢？敕勒是中国古代一个少数民族的名字，而敕勒川指的就是敕勒民族居住的草原地区。中国有一首很有名的古诗，就描写了当时这个地方敕勒民族的生活。我们来看一下这首诗吧。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首诗写于中国古代南北朝时期，距今大概1800年。它的主要意思是，辽阔的敕勒地区在阴山山脚下，这里蓝色天空一望无际，绿色的草原辽阔无边。风吹低草的时候，能看见一群群牛羊。从这首诗里，我可以感觉到敕勒川地区一定很美。我也觉得一定很美，虽然没有办法亲眼看到1800年前的景象，但是现在这里也同样让人着迷。这里依然能看到天地辽阔、草原成片的景象，和一般的城市完全不一样。小张老师，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小汪老师所在的北方属于游牧地区，这里的人居住在草原上，以放牧为生。平时我们看到的中原和南方属于农耕地区，这里的人依靠农田，以种植粮食为生。你知道这2个生活习惯完全不同的地区是以什么为分界线吗？其实，在我们刚刚学过的诗里就能找到答案，它就是阴山。阴山位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的中部，东西走向，长度大概有1200公里。以这条山脉为分界线，北边是中国传统的游牧地区，而这条山脉南边就是中国传统的农耕地区。原来阴山山脉还有这么重要的意义。小张老师，那呼和浩特究竟是在阴山的南部还是北部呢？准确地说，呼和浩特在阴山南麓，麓是山脚的意思。
阴山南麓的意思就是阴山山脚的南部地区。这首诗开头就说敕勒川阴山下，其实就是在说敕勒川地区的地理位置啦。你觉得生活在阴山南部有什么好处呢？其实呀，阴山山脉的地势北高南低，来自北方的风沙和冷空气被阴山山脉挡了下来，所以阴山的南边非常湿润，适合牧草的生长。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真的太美了。原来地理位置对一座城市来说这么重要。小张老师，关于呼和浩特的特殊地理位置，你能再讲一讲吗？在前面几节课的学习中，我们已经知道，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通道叫丝绸之路。同学们还记得之前我们在西安篇认识的丝绸之路叫什么名字吗？没错，叫陆上丝绸之路。那我们提到过，还有一条丝绸之路，它很特别，它穿越了蒙古草原，非常的广阔，只要有水草的地方就有路可以走。大家还记得它叫什么名字吗？是的，它就是草原丝绸之路。今天小张老师要带大家进一步认识一下草原丝绸之路。相信了解了这条路，小汪老师和同学们就更清楚呼和浩特的地理位置有多重要了。丝绸之路指的是蒙古草原地带沟通欧洲和亚洲的重要贸易通道。它东边的起点在中国北方长城地区，向北穿过古阴山、燕山，然后穿越过蒙古高原，到达中西亚北部地区，最终到达地中海、欧洲地区。中原地区的人们带着粮食、丝绸、茶叶来到蒙古草原上，和游牧民族交换马匹、牛羊皮毛，或者走得更远，沿着草原丝绸之路去到欧洲地区，与西方人民交换宝石与黄金。所以这条路又叫皮毛路或者茶马路。草原丝绸之路之所以在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是因为它既是连接中原农耕民族与草原游牧民族的通道，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经典代表。而我们今天介绍的城市呼和浩特，就曾是草原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途经城市。原来呼和浩特的位置这么重要，可惜现在看不到中国商队和欧洲商队穿越呼和浩特，在草原丝路上贸易往来的场面了。小汪老师不用遗憾，因为其实在今天，呼和浩特的交流往来依然十分繁荣。内蒙古同时与蒙古国和俄罗斯接壤，作为内蒙古的首府，呼和浩特不仅是中国与蒙古国、俄罗斯沟通交流的重要沿边开放中心城市，还开辟了与俄罗斯边境省区通车的6条客运班车路线。如果同学们以后有机会来到呼和浩特，相信你能在这里探索到不少具有蒙古风情和俄罗斯风情的地方。那除了与蒙古国和俄罗斯接壤的内蒙古自治区，大家知道中国还有哪些地方与其他国家接壤吗？请大家下课之后查一查，我们在翻转课堂的时候一起分享。这节课我们一同去到呼和浩特市的敕勒川国家草原自然公园，学习了经典民歌《敕勒川》，还认识了一条新的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我们知道了呼和浩特拥有辽阔美丽的草原和沟通中外的特殊地理位置，但其实呼和浩特还拥有悠久的历史以及独特的少数民族风情。下节课我们一起了解更多关于呼和浩特的神奇传说。同学们，下课。